屏幕右侧那一片建筑密集的城镇是缅北果敢的首府，老街因电诈绑架贩毒而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4大家族，大本营便是在老街。左边是中国云南的镇康县，4大家族中的名家11人在中国被执行死刑，是近期的热点新闻。新闻中他们的罪行既令人发指，也令人毛骨悚然。他们杀人如同取乐，简直就是人间恶魔。我的中缅边境之旅，这次的拍摄算是最危险的，威胁到我人身安全的并不是缅北的犯罪分子，毕竟只要我身在中国国境之内，提高警惕，可以说是非常安全。让我感觉到危险的是山体滑坡和落石。作为一个旅行者，对于旅行安全，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在地球上绝大部分地方旅行，交通风险是最大的，其他风险发生的概率合并起来不如交通风险的1/10。如今的果敢重回彭家的治下，明显有序了很多。我在镇康县的一个公园里发现了一个打陀螺的运动场。2025年是全国各种省超村超足球联赛的兴起之年，没想到镇康县也办了打陀螺的村超联赛。在参赛队伍中，我还发现了果敢老街代表队，这可是硬生生把这个陀螺村超提升到了跨国的级别。侧面也能说明云南镇康县与缅甸果敢的民间往来是非常热络和密切的，两地人民的情谊还是很深厚的。初到镇康县，这里的干净整洁让我有点意外。镇康是经济落后的边境小城，人均 GDP 才5.4万元，低于全国与云南省平均水平。2019年才退出贫困县序列。镇康县城区面积不大，但大部分地方看起来都整洁清爽，走在路上遇到清洁工打扫的概率很高。不仅路上基本看不到垃圾，而且城建规划确实做到了小而美。每每走在斑马线上，一抬头，城市边缘就是青翠的山峰，峰顶云雾缭绕，让我仿若身处世外桃源。在经济薄弱、财政收支缺口巨大的边境小县，只花这么一点小钱，却能把城市维护得这么漂亮，我认为确实是因为有人做好了自己的工作，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来镇康旅游最大的看点就是去次数垭口观景台，居高临下，可以清楚地看到传说中的果敢老街。我原本是打算坐网约车，没想到长时间等待，也基本没人接单。在镇康的2天内，我又尝试了几次，仍然没有人接单。这是我近年来到过的唯一一个打不到网约车的县城，可想而知这里的经济状况有多薄弱。我拦下一辆出租车，司机大姐报价200块，这个报价还是挺高的，往返路程只有30公里左右。不过我要求到山顶停留拍摄30分钟，经双方多轮磋商，本着平等自愿、友好协商的原则，就本次行程服务费用达成一致共识，原报价200元调整为120元，双方均认可该方案。费用议题圆满敲定，合作虽然顺利落地，但合作的路途上却状况频发。因为连日大雨，山体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滑坡和落石自然灾害。坐在又薄又脆的铁皮盒子里，说一点不担心不害怕，那纯粹是自己给自己壮胆。司机大姐是彝族，她告诉我，这排铁丝网便是中缅2国的边界线，也就是说，这一个山头就分属2国，越往山顶开，情况越糟糕。走到半山腰，路完全被塌方的泥石堵死了。司机大姐说，刚才半山腰也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到果敢老街。我往前看看路，确定此路不通，又抬头望望天，天灰蒙蒙的，马上可能就会下雨。一旦下雨，视线就会受阻，拍摄果敢老街的计划就会泡汤，而且塌方落石的风险也会变大。我的指尖沉稳地扫过下颌，俊朗面庞上神色凝定，不见波澜，却藏着千钧决心。目光如炬，落处皆是笃定。此时的我蓦然颔首，深吸一口气，是时候下那个决定了。我果断指挥司机大姐回撤至半山腰的平地。司机大姐给我介绍，左侧那几栋白色的高楼便是我方的国门，右边一片密集的平房簇拥着一栋淡黄色的楼房，那就是果敢的羊龙寨口岸。在羊龙寨这边，我还发现了一栋7层高的形似碉堡炮楼的圆形塔楼。在这样的视角之下，更右侧的老街城区是看不到的。司机大姐主动给我寻找更积极的战术角度，终于可以远眺老街城区，看不了太清楚。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楼房更多更密集。老街市中心离我们的南散口岸只有9公里。历史上的镇康与果敢长期为同一行政单元，
原明清同属镇康路，抚苏州管辖。1897年，中英续议滇缅借务条约付款后，果敢被划入英属缅甸，两地分属中缅。这两地人民都是讲汉语西南官话，口音、词汇高度一致，通婚互市频繁，节庆、婚丧、饮食等习俗几乎完全一样。镇康县世居汉、佤、傣、德昂、苗、布朗、傈僳、拉祜等23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约 32%， 为全国第2大德昂族聚居地。果敢地区主体为果敢族，占人口 90% 以上，族源为汉族，系明末移民、滇西边民、抗战远征军后裔等长期聚居形成，语言、习俗、文化与中国汉族高度一致。可以这么说，果敢族就是汉族。果敢人的曲折命运，经历着各种酸甜苦辣，对于国内的人们而言，也是爱恨交加。一方面，果敢作为被母亲无奈遗弃成为他国孤儿，经济落后，也受到过一些欺凌，国内的人们对他们怀有同胞的关爱疼惜之情。但因为缅北地区经济落后，政局混乱，战争不断，果敢地区也难免穷生奸计，开始涉及一些赌博、电诈、绑架、毒品、军火等非法产业，而且犯罪的对象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人，给许多同胞带来了惨痛的经历，有人经济破产，有人直接被害到身死异乡。如今，果敢的4大家族正在中国被审判和执行，希望未来的果敢地区能够看清时代大势，与中国相向而行，对同胞情谊保持敬畏和珍惜，这才是果敢发展的基础和最大机遇。我在山腰拍摄视频不到10分钟，便开始下起了绵绵细雨，远处的风景都变成了一片苍茫。我们开始返程，因为比原计划耗时短了很多，司机大姐的内心是欢迎的，于是话也多了起来，给我讲了一些关于果敢的事情。在前年的果敢军事行动之前，镇康人去果敢还是很方便的，司机大姐就经常去果敢的老街，那边有很多赌场，生意都很好，里面上班的人待遇也不错。当然，电诈园区也是遍地开花，虽然充满了罪恶，但那时果敢的经济确实也还算比较繁荣。军事行动之后，果敢政权易手，重新回到彭家手中。现在的果敢百废待兴，不再搞黑色产业，经济方面困难了很多。司机大姐告诉我，镇康这边也有很多缅甸人过来打工，她特别说那种黑黑的老缅，她所指的老缅是缅甸的主体民族缅族，很能吃苦耐劳，砍甘蔗从早砍到晚，工资不到中国人的一半，还要被跨国劳务中介抽成。司机大姐特别提了一嘴，老缅修车很厉害，技术很好，做洗车的也特别多。我的内心体会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确实是紧密相关。中国比缅甸发达，同样是砍甘蔗，中国人的工资就比缅甸人高1倍。这里是与果敢连接的云南南散口岸，每次果敢发生战乱，果敢的老百姓就会往南散口岸逃命。我方会在南散口岸划设难民区，收容逃过来的缅甸难民，提供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可以这么说，只要缅甸难民逃进了南散口岸，就相当于抵达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无论是缅甸的哪方军阀胆敢挑战中国的边防，恐怕都只会落得灰飞烟灭。既然在镇康县城无法打到网约车，便只能乘坐公共交通。镇康县城很小，没有运行中大型的公交车，而是选择这种景区内使用的电瓶车。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创举。首先，成本相差巨大，我问了一下 AI， 据说相差5倍以上。镇康县平均气温为 18.8 摄氏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电瓶车大多数时候都可以不用封闭御寒，遇到下雨可以拉下两侧的帘布，也就是说并不影响乘坐体验。镇康县城里最主要、功能最全的公园是南散河畔公园，它还是一个免费开放的3A 级景区，位于县城中心，也是镇康的城市客厅和文化地标。公园内设有专门的陀螺非遗传洗场，镇康的陀螺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陀螺村超联赛，吸引来自云南各地甚至缅甸果敢的队伍参赛，非常热闹。陀螺比赛按水平分为小鸭和老母鸭，普通水平便是小鸭级别，高手对决便是老母鸭级别，环节最激烈，观赏性拉满。民间体育文化就是这么生猛和接地气。小鸭和老母鸭的级别命名虽然有点不太严肃，但好在简单直观，唯一有点受打击的可能就是老公鸭。身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却被妇女同志压了一头，简直是丢鸭。在公园的雕像旁遇到一个玩耍的小女孩，和她聊了一会儿天，得知她的妈妈是果敢人。这老街他们随时可以出境。哦，他们随时可以出境。哦，他妈妈经常还在老街。还在他晚上一回来就得带他，白天他又过去做事。哦，这样的。哦，他很方便啊，就是每天来，每天去。对，就是我们俩我不得空。哦。他们果敢那边姓什么的人最多呀？你姓？他妈妈是姓罗，我们也不知道。姓罗。我们叫。那你就你一个吗？还有兄弟姐妹吗？有，他们家有4个的，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哇，4个啊！ 2个男孩，2个女孩。2个男孩。那刚刚好。那你有没有去过云南以外的地方？没去过。没有离开过云南，是不是？最远去过哪里啊？就去过老家，还有鲁石就是老家，鲁石个听说过？鲁石有个古镇，老家还有也是属于临沧。哦，也属于临沧的。老家还有缅甸。哦，还有缅甸。就这2个。哦，那边打仗那个时候怕不怕？怕。啊？怕。躲起来了你们。是啊，那边打仗还是有点危险。啊。